公元1363年，军阀陈友谅率大军倾巢出动，与朱元璋展开决战。在血战1个多月之后，陈友谅兵败身亡。朱元璋虽然损兵折将，但基本平定了江南，也就此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。这便是历史上的鄱阳湖之战。而这段历史也被复刻在江西省上饶市博物馆中，供往来的游客参观。我们今天就来到上饶市博物馆，来看看上饶的那些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背后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的市博物馆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在2025年4月过去的，去上饶市博物馆不用预约，直接到现场刷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参观了。浏览导览图时发现，博物馆参观区共有3层，记得别走漏了。现在我们先来到2楼第2展厅，从古代史开始看起来。展厅的名字叫钟灵毓秀，这边介绍的是上饶的古代史。在刚进门的时候，可以预览一下上饶的历史沿革，然后发现上饶这个名字在三国时期就被定下来了。而上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仙人洞吊桶环遗址，这边所出土的文物除了我们常见的旧石器时代石器之外，还有骨器和角器，这是拿猎物做成的捕猎工具，猎物越多，做出的捕猎工具就越多，捕猎工具越多，能活下来的猎物就越少，所以猎物越多，猎物越少。另外还有一些螺壳和蚌器，按道理来说，文明是普遍临近水源的，所以有这些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。然后我们进入新石器时代，这边的磨制石器普遍比较光滑，此外还有好多石足，也就是用来捕猎或战争的箭头。这些不算稀奇，稀奇的是后边的3翼石足，这个造型还挺有设计感的。另外这边的陶龟造型和北方龙山文化、仰韶文化陶龟的主流造型是大不相同的。不过陶坊轮的造型大差不差，证明在当时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耕织分工。下面我们进入商周遗韵篇，其中只有少量的青铜器，而且个头普遍比较小，花纹也不算特别繁缛，这和中原王朝的重器全然不同。上饶的土著商代文化被命名为万年类型商文化，名字则来源于上饶市万年县。这边所陈列的陶器大多数是以碎片为主，它们属于是一种特殊的陶器，叫做印纹硬陶。烧制这种印纹硬陶用的是含铁量较高的粘土，所以成品大都是红褐色和黄褐色的，这就是铁氧化物的颜色。另外它的烧制温度也会更高一些，甚至还会烧出一些光滑釉面来。下一个篇章叫做楚风无韵乐俗，为什么这个篇章听起来要素过多呢？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上饶是吴楚越3国的交界地，所以总被争来争去的，留下的文物也是多元化的。比如这边的货币，它是以楚国的常用货币为主，兼有各式各样的刀币、布币，还有从周朝王城附近传来的侨行币，种类就是这么丰富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青铜文物，看这边出土的东周铺首衔环，它在我见过的铺首衔环实物中绝对算是出土比较早的了。还有一些车马器，虽然只有少许零件，但造型也是很精美了。至于青铜兵器则被单独挑了出来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篇章。毕竟是4战之地，争来夺去的，那出土的兵器能少得了吗？其中吴楚越3国都不乏铸剑高手，其中的越国又是尤为突出，所以这边有很多剑。此外有的长矛尖还是带棱的，这和前面的3棱剑族倒是一脉相承。下面进入秦汉6朝阶段，可惜大量的文物都送出去展览了。现场有一件石带砚，什么叫石带砚呢？石带就是古代女性画眉毛的颜料，那这个砚就不算文房宝物，而是属于化妆盒了。在这个阶段里，我们也见到了关于上饶这个名字的最早记载，它不晚于孙十万当政的时期。到了6朝时期，这边出现了很多瓷器，证明衣冠南渡时，这边也有大户住过上饶。看这边出土的青釉博山炉，只有生活水平高的大户才会搞出这种不为吃喝，纯为氛围的玩意儿来。然后我们进入隋唐宋元篇，如今的婺源县、信州区、盐山县的名字都是这时候定下来的。博物馆没写清楚盐山这一段，其实盐山这个名字就是唐5代时期敲定的。在这个阶段的文物中，以唐镜较为典型。那方的是不是得叫方唐镜啊？此时铜镜背面的图案都已经变得简单好认，不像早期铜镜那么抽象，但也不那么富有想象力了。此外，唐代的颜真卿、北宋的范仲淹都曾在这边当过官，但都被视为贬谪，因为上饶的高光时刻还没有来。
至于什么时候来，当然是宋代来，尤其是南宋，那是一个巅峰时刻。但根据博物馆的藏品来看，北宋时期的随葬品也很丰富了，证明经济水平也很强了。看这边出土的宋代多角陶谷仓，谷仓就是给死人存粮食的，视死如视生嘛，这算是魂瓶中的一类。道理咱都懂，但搞那么多角是要干啥？部分专家推断，角的形状和谷物生长的状态很接近，而且在南方的某些地方，角与谷的发音也是接近的，这意味着它也代表庄稼和粮食，这仍然是视死如视生的延续。再看后边的宋代青釉五管瓶，它这个造型比较别致，其实它和前面的多角陶谷仓一样，也是用来存放谷物，然后给人一起殉葬的。然后是北宋的四神兽石俑，其实这四大神兽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。我记得在博物馆里的汉画像石上见过这4种神兽，更早的实物我就没印象了。而北宋的这一组里，青龙的造型比较别致，这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啊？至于元代的文物，这边展出的特别少，就是在少许的瓷器中挑了一件元青花放在 C 位，重点展示了一下，此外也没什么了。下面进入明清风云，那必然少不了鄱阳湖水战了。在元朝末年，朱元璋曾在此处彻底击败了陈友谅，这是在同时代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水战，所以它能被载入史册，并被博物馆复刻下来了。往后走，发现博物馆里展出了一些城砖，都是清代的砖。其实江西的烧砖业从明代开始就很发达了，看过我南京明东陵视频的老粉应该还都记得，那边有很多字迹清晰的砖，对照地名一看，你就会发现好多砖都是从江西过来的，要么说以前的路不白走呢，走多了就能串起来了。而在清代这边发生的大事，则是太平天国2次攻打上饶都被挡了回去，甚至连石达开这么能打的人都无功而返。因为上饶地势复杂，本身就是易守难攻，所以就难以攻占了。走到这个阶段，我们会看到一座石牌坊，这个周围没有说明牌子，不过我认识它就是盐山鹅湖书院里的石牌坊。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、重建于清代的石牌坊，不过博物馆里放的是复制品，将来咱们到鹅湖书院的视频里看原件去。下个篇章恰好就是鹅湖之会，这个历史事件也发生在鹅湖书院里。所谓鹅湖之会，指的是在南宋年间发生在朱熹和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之间的一场辩论，组织者则是吕祖谦，所以镜头里一共是4个人。朱熹主张理学，强调要分析实在的实物才能归纳出结论；陆氏兄弟主张心学，认为修心之后自然一通百通，就算是据实考证，也得先办完了修心这事儿再说。双方争论了3天，谁都说服不了谁，因为大家说的都有道理。不过现在中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的做法更偏重于陆氏兄弟的理念，都是让人先上学后找工作，也就是先修心后实践。虽然当时双方不欢而散，但后来朱熹重建白鹿书院之后，还邀请陆九渊去讲学来着。观点不同，但可以取长补短，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具象化体现。再往后是关于书院的介绍，我到这之前只知道一个鹅湖书院，等到这之后发现上饶竟然有上百家书院。毕竟上饶出过很多理学家，只有书院的基数到位了，才能培养出来这么多人才。因为之前打下了教育基础，所以上饶也有很多人考中了功名，称得起是文运兴盛。此外，博物馆里还有个饶州文庙的微缩模型，这个咱们在前边说过，它就在鄱阳怀王府遗址的附近。然后我们进入道古佛心篇，这个讲的是佛教和道教在上饶一地留下的痕迹。但从博物馆的展品来看，上饶一地的道教遗存数量要远比佛教遗存数量多。现场有一尊清代铜像，乍一看像是佛像，仔细看才发现它其实是真武大帝的塑像，这在我过往的旅途中也是不常见的。后面展示了和上饶有关的历史名人，这里边就有辛弃疾。这次我来上饶就是受辛弃疾动画项目组的邀请过来的，但博物馆给他的笔墨有限，就不多赘述了。另外，我最喜欢的词人姜夔也是上饶鄱阳人，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则是上饶婺源人。此时已经到了清末民初的时代，而我们也在此处看完了上饶的古代史。在余下的时间里，我们再把上饶世博其他的展厅，包括近代史以及民俗、特产、贸易等方面的介绍给逐一补齐。现在我们进入1楼的临展厅1，展览的主题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艺术展，临展就是干这个用的。
不同的城市可以互相介绍。在抗战时期，桂林算是大后方了，它是在1944年底沦陷的，所以在抗战爆发后的几年里，这里便成为了很多文化界名流的避难所。抗战文化城就是这么形成的。当时进行文艺宣传的载体有相当一部分是画作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剧作，也就是以戏剧的方式来进行宣传。这些方法的宣传面更广，感染力也更强。而书刊报纸之类的纯文字内容，那都得排在他们的后边。当初人们的识字率不高，所以纯文字不易推广。现在识字率很高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文字照样干不过短视频。不过在桂林文化城形成之后，当地的印刷业、传媒业以及教育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尤其是教育业，虽然当时条件简陋，但有概率碰到大师课，那也是一种机缘了。而以上这一切则都服务于抗日救亡这个最高目标。如果不抗日救亡，怕是什么都没了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展厅。走出来时发现，出口就是临展厅2的大门，是用2个展厅共同布了这一个展。虽然对面的临展厅3是关门的，但它的门口有看点，那就是鄱阳怀王府的石柱楚了。这个王府的遗址就在鄱阳县的饶州府文庙附近。当初的王府在明朝灭亡后被焚毁了，但王府遗址出土了不少文物，这些带着龙凤浮雕的石柱楚就是出土文物的一部分。现在我们登上2楼，抵达第1展厅热血丰碑。看到名字，我们应该就能猜到，这边讲的是近代100年的革命史。我们所熟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方志敏就是上饶益阳人。这里特意提到方志敏在赣东北苏区做经济建设的往事。他不仅发展了工农业，连贸易也做得有模有样。看一个细节，这边的纸币金额不夸张，证明购买力是稳的，不会出现一大堆钱买1斤玉米面的夸张事情。直到现在，当初的贸易站旧址、银行旧址以及工农业旧址，如今都被保留了下来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。后面是文化教育篇，红军这边的识字率是高于敌军的，这样的识字率都是老一辈领头人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。1935年，方志敏被敌人杀害，但他的功绩却被铭记至今。然后进入抗日篇章，这边被重点介绍的是上饶集中营，这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，国军关押新四军干部为主，关押其他进步人士为辅的地方。而军长叶挺则被关押在李村监狱。历史就介绍了这些，剩下的全是纪念叶挺的书法。然后就直接快进到解放篇，这边提到的知识点也不多，主要还是以展示当初的老照片为主。登上3楼之后，在楼道里发现了一个大戏台，戏台上演的戏曲就是徽剧，它的唱腔念白和京剧是高度近似的。其实京剧就是徽汉合流所形成的新剧种，而戏台的周围则展示了一些弋阳腔的戏曲行头。有件紫红色的铠甲，它的名字叫做紫红靠，这和很多其他戏曲铠甲的叫法都是一样的。附近还有很多婺源傩舞的面具。在非常古老的时代，人们便已经开始戴着面具扮演各种神鬼翩翩起舞，而在上饶婺源县，这种艺术形式则被留存到了今天，成为了历史的活化石。然后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展厅，上饶的物产和民俗都被并到这里边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秦汉唐等各个时代，上饶都有所发展，但最大的进步还得是在宋代。著名的饶州镜和信州镜就是宋代的产物，其中饶州镜的人气更是远大于信州镜。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展品也是以饶州镜居多，而且基本上都是宋代的产物。想要铸造铜镜，当然得家里有矿。上饶除了有铜矿之外，也有不少金矿、银矿。有了金矿，就可以做出很多的金制工艺品。在我过往的旅途中，可很少见到这么多的黄金展品，故宫除外。这边最精致的金制工艺品叫做祥云托日凤纹金配饰，因为造型比较别致，所以被单独挑出来放中间了。而其余的黄金制品也可以说得上是琳琅满目了。而用铜铸造的东西绝不仅限于刚才的铜镜，还有很多不同的花样。比方说，有很多的唐宋铜钱就是比较早期的铜铸产物，其余的物品则是以明清民国的居多。铜的后面就是银，上饶的银矿发挥了不少作用。看这件鎏金刻花玉壶纯银瓶，它的前身是瓷器中的玉壶春瓶，玉壶春瓶的原型则是寺庙中的净瓶。不过这个和以往的都不一样，因为它是用银做成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银制的梳妆用品、银制餐具之类的日用品，此外还有几个银锭，总体来说是比较丰富的。再往后则是砚田墨林，
其中提到的实验台用的便是婺源龙尾山的石头，因为婺源在古代隶属于歙州，所以这边产出的砚台便是4大名砚之一的歙砚。它也被苏东坡称赞为色不流笔，华不聚墨，刮肤而糊里，今生而欲得。同时婺源也盛产徽墨，这边所形成的婺源墨派就是徽墨3大流派之一了。下面进入水晶仪针篇章。我们眼前看到的水晶制品，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，还有很多是明清民国的，证明这门工艺确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。其中比较抢眼的一件是明代的兽首紫晶熏炉，这是难得的带颜色的水晶制品。后一个篇章更是重量级，终于提到上饶的茶贸易了。博物馆说茶圣陆羽是上饶种茶饮茶的祖宗，然后我特意查了查《信州文史》这本书，发现确有这段记载。不过上饶的茶叶贸易巅峰期还得是明清时期，当时盐山县的河口镇是专门虹吸四方钱货的泵，甚至连外国钱都有。当时这一个镇就有10万人口，比现在的一个小县城还多，而且这边的店铺货船都是数以千计，其繁盛程度可想而知。所以这边也出土了不少茶具，看这边出土的唐代茶碾，这就是用来碾茶的。碾茶工艺就是后世抹茶工艺的前身，它的根源在中国，但在后世失传了，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拿走了。后面进入了特产篇，这边比较著名的是盐山莲四纸，它诞生于东汉，闻名于宋元，并于清末民初到达巅峰。之前听说盐山有个莲四纸专题博物馆，但我在那个古镇守了很久，也未见它开放，就只能放弃了。展厅看到末尾，终于来到了民俗篇。这边的展品是婺源古建筑中所用到的砖雕、石雕和木雕，有了这些雕刻作品，建筑就会显得格外精致。在后面的石雕中，我们还能看到熟悉的简化版的博古纹，另外有一对清代的石雕螭吻，但这个造型可一点不像清朝，反而像早期的摩羯鱼螭吻。下一个地方看起来很像是挂着很多伞的网红街区，走近了才发现这边所介绍的产品是婺源假鹿纸伞，他们这边是真的在做伞。为了丰富造型，制伞艺人还在上边题诗作画，让他们有了不一样的风韵与光感。至此，我们就彻底逛完了上饶市博物馆。我们能在此处发现，上饶本地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也有很多历史名人在此处留下了痕迹，而上饶当地的物产也是很丰富的，馆内多种多样的手工艺品以及金银铜器就是明证。同时此地的水陆交通条件也是得天独厚的，不然它不可能成为茶叶贸易的重镇。历史本可以为上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，不过上饶只走了最波澜不惊的那一条路，他所经历过的每一个质变级的历史时刻都被记录在了博物馆里，留待来来往往的游客随时翻开观看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